好，我们今天来做一期联机专题的存档锐评。最近也是攒了很多新版本的联机存档啊。首先来看一个芬兰玩家发来的存档啊，这个是丹麦、芬兰、瑞典联机。这三个人是分别打了同盟国和这个俄罗斯啊。因为瑞典和丹麦突发奇想，决定偷德国，导致和这个同盟国整个开战了。但是芬兰并没有加入战争，芬兰现在还是在打这个俄罗斯。档主说自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玩了。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啊，从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，档主应该还是个萌新啊，他把部队全部放在这个没有补给的地区，就直接全损耗掉了。到现在装备损失也挺多，不过他后勤里面剩余的装备还是非常多的。手上有这么多装备，加上这个分额的人力啊，我们应该是能拉出不少部队来的，直接找他复制部队就行了。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坦克的设计啊，价格非常便宜，设计的没有问题。再看一眼编制也没啥问题，不过按照现在的这个人力和装备，完全可以用大编制了。也就是这个芬兰玩家玩的都还好，就是部队放错了地方。然后元帅也没有晋升一个啊，你不晋升元帅，你搞这个集团军群没有任何意义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盟友吧。看了一下，这一家瑞典应该是最惨的，他现在人力已经归零了，但是部队里面也是一个人都没有，所以我很想知道他的这个人到哪里去了。目前瑞士的可用核心人口是650万，乘以5%的话，也有30多万人了吧？也就是说，他这30多万人全部记了。从这个伤亡可以看出来啊，他这个30多万人啊，有2/3是俄罗斯吃的，还有1/3是德国吃的。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个俄罗斯的战场上看到瑞典人的单位啊，也就是说他彻底的消失了。所以说现在这种局面可能最玩不下去的就是瑞典了，他现在已无可用之兵啊，仓库里面还有巨量的坦克，但是没有人来开了，这个坦克设计的也不太对劲。不过总的来说也不是瑞典本身的问题啊，可能还是芬兰的问题，他把部队全部放在这边吃血，还不如直接过来帮忙打一下。如果他能抽调一半的部队过来帮忙打德国的话，估计已经能把德国给灭了。现在这种情况，瑞典如果开这个所有成人服兵役，估计还是能抽出30多万人的，还是能有一战之力啊。再来顺便看一眼丹麦，感觉丹麦可能更惨一点啊，他这个损失已经超过瑞典了，但是他的可用核心人口并没有瑞典多啊，他只有400万，也就是说他现在开了所有成人服兵役也只能抽出80万人啊，这80万人都给他打空了，也是很不容易。我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丹麦和瑞典到底在俄罗斯遭遇了什么，直接把主力给损失完了，也没有看到这边有他们的兵。难道说是因为给了这个同盟国军通，导致一起合力打这个俄罗斯的时候突然开战了，然后原地就被包饺子吃了？反正现在这个芬兰是并没有向同盟国开战的，所以他们还是能站在一起的。更抽象的一点就是这边有一个挪威王国，我本来以为他们这个存档是搞的红色阵线，没想到左边是个黑的。虽然这个时间点丹麦和瑞典都再也没有什么人力可以出兵了，但是芬兰啊还有他小弟的人力还是非常多的，只要芬兰出手啊，情况就会好起来。不过芬兰在出手前还是得注意一下，得先把前线的部队往后拉一点，不然一开战自己前线部队就全部原地蒸发了。他这边局势还是有一点点微妙的，我们来假装加入一下战争看看啊。加入战争之后1秒，我们直接全线被包围。我突然理解瑞典和丹麦了，可能他们遭死一难之后直接拔线了。
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年级存档，这是一个6人局，废话太多我就不细看了。总的来说，他们这个存档是一直静坐到了44年啊。一般来说，能在年级的时候把2战打成1战的都是新手啊。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6人局里面有哪几个人是会玩的。首先是这家德国，前线铺满了没有任何经验的9部田线师啊，很显然是不会玩的。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生产线，也是非常的抽象啊。一辆中坦没造，造了自行火炮。这个自行火炮的设计也是一言难尽。我们把鼠标放到这边就能看到中坦和自火的差距了。虽然中坦叠软弓没有自火高，但是它们宽度不一样啊。从德军的主力编制也能看出来，这个中自火加的非常的突兀啊。它本来是能凑一个36宽的。德国的部队看似很多，然而80%都是田线师。他现在里面的后勤已经溢出很多了，他都不肯去造点飞机啊。这个法国已经提前退场了，我就不看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意大利吧。这个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不一般啊，虽然意大利并不是他的小弟，但是他仍然帮他把这个海岸线全填上了。这个意大利的编制我就不多说了，可能他做的唯一贡献就是用这个海军把地中海给布满了水雷啊。这种情况下，这个英国再去北非就有点搞笑了。看到这边，我不禁觉得给我写这份存档描述的粉丝也有一点点抽象啊。他这边说美国秉持先欧政策，不顾英国死活，一直希望登陆低地以及北法，致使意大利高歌猛进啊。这个意大利高歌猛进我是没想到的，我找遍整个地图也没有看到意大利在哪里高歌猛进了，我只看到了这个地中海谁进来谁受罪啊。可能意大利人在布水雷方面确实是高歌猛进了。然后再来看一眼英国啊，终于看到有一家玩坦克的了，我还以为这个存档没人玩坦克呢。他这个坦克基本上都用来登陆了，目前还没有上岸。不过我觉得他这个坦克也是有点小逆天啊，你就不能训练一下吗？这明显是还没训练好就直接部署的部队啊。看了一下他家里面守港口的部队倒是都已经训练好了，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在这边安排登陆计划啊。我看了一圈，发现他反倒是在这边先部署了一个，预演了一下登陆行动。这个生产线也是一言难尽，虽然他造了很多战斗机，但是已经提前被这个德国给预判到了啊。这个德国可是一架飞机都没造，所以说他这个战斗机也是毫无用武之地啊。简单看了一眼美国，有人玩过的痕迹，但不多，我这边就不多评价了。如果娱乐局允许造战略轰炸机的话，那我建议就不要造什么坦克了，我们直接全造战略轰炸机不就行了？直接把对面家炸干净也可以了。最后再来看一眼苏联，虽然这一局没有一个人会玩，但苏联应该是表现的最好的，他这个战线比其他人稍微整洁一点，而且他好像就没有组织过进攻啊，全线都是放了这种偏防御的部队啊，在原地蹲坑。主力师设计的也是比较合理的，但是宽度减过之后没有改，而且这个时间点他可能已经用这个宽度用了好多年了。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苏联现在全家的装甲师都在冲伊斯坦布尔啊，这个点就算冲下来了又有什么用？可能是苏联玩家在瞎玩吧，他这个集团军放到前线去，瞬间就能把这个德国给送走了。总结一下，这个联机存档可能只有苏联玩家是看过 PVE 攻略的，其他玩家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理解在玩。我现在最好奇的是这个存档描述到底是谁写的，写这个描述的人应该是最抽象的。好，视频到这儿，想必大家也已经看累了，我们短暂休息一会儿。嘴里一坏菌，
专吃剩下的残渣为生，一吃完就产生糖浆，这糖浆引来另外2大坏菌，3大坏菌齐聚牙上，牙菌斑就此形成。1到14天就变成牙结石，先给牙开个小洞，再给牙凿个大洞，这就是蛀牙。一旦钻到牙神经，你不仅疼痛，还对牙有危害，这时就不得不去医院，又花钱又烦躁。牙医拿一个小电钻一下磨一下，再挑坏掉的牙神经，这画面这声音想想就痛苦。想要不花钱不受罪，电动牙刷你得用上。有人怀疑这是不是智商税？你看，实验证明电动比手动效果强83倍，还有权威教材也证实电动具有明显优势。那电动牙刷选哪家？当然是老朋友萌牙家，这是我常用的他家的新药款，5大模式全面实用，帮你预防各种牙病。我常用清洁模式，刷得干净，刷完舌头一舔，感觉牙光溜溜，效果一级棒。充一次电可用90天，超长续航。钢琴烤漆7级防水，声波震动，品质感拉满。产品品控严格，38道检测，层层把关。商家承诺2年内坏了不修，免费换新，售后良心，堪称业界天花板。看一颗牙少说几百几千，痛苦更烧钱。买支电动小牙刷只要小几百，可保你28颗牙，省心更省钱。上百元直降福利，保证粉丝到手够省钱，早买早用，让它为你牙齿保驾护航。最后祝各位牙好吃好喝好身体好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得1分的满加强年机存档。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年机给自己满加强的情况下玩崩的。事情的经过也很简单啊，这个意大利玩家在地中海扮猪吃老虎，结果被英国人吃了。虽然他前期很轻松的歼灭了这个英国人的海军主力，能成功去登陆英国本岛，但是在登陆英国本岛的同时，自己家也被登了。这个意大利的机制大家应该都清楚吧，只要自己家被踩的地太多，就会直接内战。然后巧的是，这位德国玩家也是一位卧龙凤雏啊，直接2人双双把家还了。看了一眼，意大利的主力是较为标准的中防空编制啊，打 AI 还是挺可以的。即使意大利现在内战了，但是他在这个英国岛上的部队还是存在的。然后再看一下战争面板，现在的主要国家其实只剩下英国了，也就是说意大利根本不需要慌啊，我们家都不要了都可以啊，直接把这个英国冲下来就结束了。所以我没搞懂他为什么就玩不下去了，可能是被自己给吓到了。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德国玩家啊，也是很标准的中防空编制啊，也就是说这2位应该是师出同门了。而且根据德国的战线来看，他在把大部队调走之前已经把苏联推了一大半了，只是南部的这个登陆比较难防一点。用纯粹的步炮推成这样，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，可惜这个家被偷了。不过就算这样也没必要退啊，这个德国的胜利点还是非常多的，不至于掉一个柏林就投降的。我们随便卡一个角落还是能守好久的。最后再来看一眼芬兰啊，这个芬兰估计是全程挂机的，我不知道他这个北境霸权为什么要点这么久啊。而且还说他首先整合了波罗的海啊，这个其实很快就能点到的，感觉还是他国策的顺序点的有一点点问题啊。他点了太多没用的工业和军事国策了，早点把这些点完早结束了。总结一下，这个存档没什么好救的，这个意大利再往前走几步就赢了，但是这几个玩家可能游戏玩的不多，心理承受能力有点差，没能坚持住。剩下来的这家苏联也没什么威胁，毕竟都已经给自己满加强了，就算德国用纯粹的中防空编制也是能打赢的。看了这么多存档，我觉得各位萌新玩家还是得多练一练自己的抗压能力啊，多打一打逆风局，别这个局势一不对劲就退了，其实有的时候只差一点点就能赢了。每次快输的时候就看一下投降进度，只要我们大部队还在，就算剩个10%也是能挣扎一下的。看样子以后还是推荐萌新玩这个波兰或者捷克吧，多当什么布拉格市长、华沙市长还是有一点点好处的。
好，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个北欧的联机存档，同时能凑齐5个人玩北欧的新 DLC 还是非常难得的。从描述来看，过程还是非常曲折的。虽然都走了红线，但是这个联军还是在日德兰半岛被打得丢盔弃甲。丹麦差点被闪电平推，最后勉强退回哥本哈根守住老家。芬兰蹲住了苏联，后面德国人杀了过来，直接秒掉了苏联，而我蹭走了苏联所有的船。看到这边我就有点搞不懂了，既然打赢了苏联，那为什么一块地没吃呢？还是说只吃了一块地？如果冰岛都能蹭走船，那芬兰应该能吃很大一块地才对啊！不知道为什么这局啥都没吃到啊！这个共产国际居然还留了一块在这边，而且这个爱沙尼亚还是苏联的傀儡。这个芬兰因为战线太长不敢参战也是挺离谱的，这边战线看似很长，其实都是死地啊。这个德国人进来就是送人头的，我们只需要堵住这个地峡就可以了。如果是我玩芬兰的话，我巴不得能进站啊！这个列宁格勒就在脸上，这么大一块肉不吃，真的有点可惜。我个人感觉这局的主要问题还是北欧5兄弟太旗鼓相当了。这个芬兰手上这么多装备，居然都不造一下炮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啊？想靠一个中防空把敌人都打退吗？而且这个中防空造的居然还是最初级的，已经1942年的，他这个属于看攻略只看了前5分钟啊。然后这家瑞典更是一个演员啊，全家都是装甲师，居然在这边挂机啊！他这个编制，这个数值，这不随便一冲就把德国人冲下海了吗？居然这么多个师在这边排成一条线，就是不动一下。但凡这个瑞典出击一下，都把轴心国全部包饺子了。我感觉他是来故意增加游戏难度的。可能是这位瑞典玩家觉得，如果游戏一下子就赢了，大家很难收获到乐趣啊，就在这边挂机啊，能让大伙多玩一会儿，多陪陪兄弟。不过他这2个兄弟就有点难崩了，尤其是这个挪威啊，看似部队很多，但是他怎么都已经开成榨干了。他这个是真的一点人都没有啊！感觉挪威和丹麦这2家应该是打干了吧，本来也没几个人，还死了几十万。挪威全家也就250万人，都已经没了17万了。丹麦的话看似情况还好，其实是因为他根本就没部队了，他这个主力已经全部变成民兵了。这个民兵我记得应该是直接点决议拉出来的，没什么战斗力的。这个联机存档总结一下，就是大家的游戏理解都差不多啊，都是步炮中防空，很标准的中防空打 PVE 的编制。但是呢，这个瑞典就不一样啊，他是玩坦克的。可惜的是，最弱的2家都在尽力，最强的2家都在挂机啊。这个芬兰可能理解不到位，可以理解。这个瑞典我是真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这么多部队就是不动，稍微动一下也都赢了。